末日来临，暴风雪呼啸。当我窝在农村的自建别墅里，涮着羊肉火锅，前妻和小白脸却冻得相拥在一起，啃着发毒的干巴馒头，自我安慰：我们有钱，有钱就能买到一切。我想起前世被他砍死的场景，有钱先买到自己的命再说吧。我重生回来了，正巧碰到苏珊嚷嚷着要跟我离婚，我脸住汹涌的恨意，一口答应。也没想到我突然松口，放弃纠缠，不敢相信的连连质问：真的答应跟我离婚了？你可别再耍什么花招。我看了眼时间，距离天灾来临还有10天，时间不多了。现在马上我们去民政局。路上看着身边人满脸得意洋洋，眉眼间掩不住的春色，我努力克制住杀掉他的冲动。饥寒交迫之际，他拿起斧头冲向我，那剧痛仿佛还残留在天灵盖上。这一世我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划分财产的时候，我只要了家里的所有的存款，共20万，还有1辆车。苏珊一口答应，还朝着我邀功。看我对你好吧，我都净身出户了。我笑得满含讥讽，却故作不知。房子不是留给你了吗？他以为我不知道，他中了1亿彩票大奖，想在兑奖前逼走我，独吞巨额奖金。前世的我并不知情，还妄想着挽回感情。直到他带着他的小白脸回到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以为的好老婆早就和别的男人勾搭成奸。天灾来临，暴风雪持续肆虐，我们3人同在一个屋阁下，物资有限。他们2人不仅抢走我仅有的面包，还逼我在极寒天气出门抢物资，可我抵死不从。争执之下，前妻抄起手边的斧头，狠狠地劈向了我。意识残留之际，还看到那2个恶魔双眼放光。快，这可是新鲜的肉。我也没有要房子，城市里的楼房在末日不仅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还会遭到邻居的攻击。这一世就让那里成为苏珊的棺材吧。提交了离婚申请书，我就赶紧开车回家收拾行李。收拾到一半，苏珊也回来了，看她掩饰不住的喜意，我猜应该是把1亿奖金拿到手了。但我毫不理会，继续整理着我的那些衣物，特别是加棉加厚的冬装。再见了，季坤，带着你的那些破烂滚回你的农村去吧，我要出去玩了。苏珊一走，我马不停蹄的翻箱倒柜，她的冬装全都带走。跟前世一样，她是跟小白脸去了三亚海边，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极寒天气开始，轻薄的衣物让他们刚出机舱就冷得受不了，从而把火气撒到因冷热交替染上风寒，险些迟到的我身上。真是废物，开个车都不会。路过厨房扫荡的时候，我还不经意瞅到了一把眼熟的斧头，这本是用来砍大棒骨的，没想到前世却成了我致死的凶器。凝视片刻，然后顺手把它拿出来给放到了桌子上。最后我环视了一眼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变化，实则空空如也的房子，给几个关键的隐蔽位置装上了实时监视器。处理完毕，我带着东西开车连夜赶回市郊的农村家里。见到爸妈，我的泪立马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前世断电断网，我也没能和他们取得最后的联系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熬过那场天灾。看到我哭，他们慌了神，连忙追问怎么回事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把所有的事都和他们说了，也包括天灾重生，气得我妈泪水连连。我爸点烟怒骂：爸妈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要赶紧改造房屋，囤食品物资。我爸把烟一掐，干脆道：行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为了提高房屋的稳定性，我喊来了工程队来做全楼加固，还做了双层保暖，窗户也全都换成最坚固的3层玻璃，楼顶安装了5块巨大的太阳能发电板，将整个屋顶盖得严严实实。到时候断电了，能靠自发电过日子，还要有发热源。现在农村都靠燃气取暖，可到时候燃气一断，暖气片变得冰凉，照样会受冻。我从仓库翻出早已替换掉的烧火炉，这种炉子靠燃烧煤炭产生热量，小时候的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可这炉子许久未用，早已锈迹斑斑，灰尘满满。我爸看到我在犯难，问清楚怎么回事后，哈哈一笑：现在都买不到煤炭了，这炉子就算能用也用不了，我去给你买个好的。日喜时分，我爸领着一辆小货车回来了，上面5台崭新的颗粒取暖炉，还有上百袋子的颗粒燃料。颗粒取暖炉能烧水做饭，燃料耐用，环保安全。我在2楼的2间卧室还有客厅都各放1台，剩下2台放到3楼，燃料我就都放到了1楼。到时候雪厚达10多米，1楼完全不能住人，所以我把它当成仓库使用。工人安装完排烟管，夜色就已经很深了。我们一家3口匆匆吃完饭，就躺床上养精蓄锐，迎接明天的大战。第2天兵分3路，我爸去附近集市上购买现宰杀的猪羊牛鸡鸭肉，我驱车去大型超市采购消耗品、日用品以及素食，我妈则留在家中采摘菜园子里的瓜果蔬菜。正值9月，蔬果丰收，也是有不小的收获。到了超市，我先是购买了10多匹轻柔保暖的羽绒被、电热毯，
还有填容量最高的长款羽绒服，以及最贵最轻薄的保暖衣物，再就是纸巾、消毒水和日化用品。我一箱一箱的往购物车里搬，这些东西保质期长，多囤点也不会浪费。速食我也拿了不少，万一真到没法开火的时候，这些东西还能顶饱。从超市出来，途经一家劳保店，又进去买了军大衣、防水雨靴、羽绒防水手套和加棉口罩。按照我的预测，如果顺利熬过天灾，天气会变得更冷一段时间，到时候还需要人为的去铲除大量的积雪、融雪排水，这些都会用到。我开的是越野车，容量不大，往返3遍才把东西都拉回家里。我爸肉买的也不少，除了猪羊牛鸡鸭肉之外，还有各类骨头、鱼和活虾、螃蟹。正是肥美的时候，他也买了5箱子回来，还租用了5台商用冰柜，用来储存肉类。虽然暴风雪时天气极冷，没有取暖炉的1楼就是个天然冰库，但这几天这些肉类还是需要冰柜来储藏的。外出采购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帮妈妈采摘瓜果，我爸则趁这个空又去批发了一堆调味品，还有油、米、面也装了满满一车拉回来。我打开手机看看外面世界的近况，朋友圈一刷就出现了前妻的大脸，以及和他亲昵脸贴脸的小白脸，剩下几张不难看出他们在三亚玩得很是快活，住着好几千一晚上的星级酒店，吃着海鲜大餐。我真心的给他点了个赞，玩吧玩吧，好好玩，享受人生中最后的快活时光吧。我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，突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让我浑身汗毛竖起。没有存水，暴风雪断的不只是电，还有水。水管冻住，水箱冻裂，只能靠接的雪化成水来解渴。温度低融化的漫不说，那些雪还极脏，化出来的水往往掺杂着灰尘沙粒。前世和小白脸喝的是存的矿泉水，我只能喝雪水，喝完腹痛难耐，腹泻不止，根本不能喝。这个时候距离前世的天灾来临只剩不到5天了，我连忙试看头发，去找我爸想解决办法。我妈拿着条毛巾追在我身后给我擦。急什么急什么，头发不及时吹干会头疼的。我爸听完我的诉求，笑得高深莫测。原来我爸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，联系了一位干工厂的叔叔，定制了3个不锈钢水箱，不仅保暖，还是304材质的。等拉来一看，面积足足占了大半个院子，这存的水量至少能够我们一家3口用上大半年了，再省着点用，1年也没有问题。还买了个大型净水器，如果水出现了污染，也不至于束手无策。解决完这个大事，我又细细回想前世发生的一切，想着还需要做什么。我爸我妈却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地里的玉米还没收，虽说那玉米的水分还没干透，还不到收割的时候，可暴雪来临，糟蹋了总归可惜。他们又忙联系收割机，提前收玉米。这下终于引起村里人的注意了，他们纷纷站在地头上指指点点。我看你们是种果树种糊涂了，这距离收玉米至少还得需要10天呢。你这提前收了会发霉不说，玉米贩子一看湿度太大，也不会要你们的呀。我爸妈笑着说不碍事，我一好心提醒，叔叔伯伯们，今年这天气感觉不太正常，还是早点收了安心。他们嗤之以鼻。你小子懂什么？你下过几次地？我爸妈听后毫不理会，我却有些忐忑。临近天灾来临，这天气却没一点变化，我既然能重生，那天灾会不会也不再重现？如果没像前世那样发生，那这季的收成可真是损失不少。我将担忧讲给他们听，爸妈却一脸不以为然。如果没发生，那自然最好，一片玉米地买一个安心也值了。第2天天气巨变，本来第1场秋雨过后已经是秋高气爽的天气，突然急剧升温，气温1度升至40度，全国各地都在哀嚎，嚷着这秋老虎太厉害了。我的心越来越沉，果然来了，前世也是巨热了2天，在第3天的下午突然刮起大风，温度骤降，然后暴雪接踵而至。我在相关的帖子底下留言说这天气不正常，建议囤点物资以防不测，结果引来一片嘲讽。你是来卖物资的吧？有一个看末日小说看啥的，谁家这么热的天气囤食物？我有些无力，希望我那短暂存在的回复多多少少能引起点人们的关注。如果有人听劝，那最好不过了。把手机扔一旁，我又投入到忙碌中，时间紧迫。我爸正在安装每个楼层之间的隔档，到时候可以缩小空间，增强取暖效果。我妈则依然围着灶台转悠，蒸馒头、蒸包子、烙饼，还包了不少水饺，到时候可以直接下锅吃。时间就这样加速过去，突然手机中的监控软件提醒我，前期的那所房子有人来了。我一看，是他和小白脸提前回来了，比前世早了1天。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改变了行程，但我透过监视器观察到他们并没有什么异常。2人吐槽了下这该死的炎热天气后就睡了，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一觉睡醒，迎接他们的是世界巨变。9月5日下午，暴风雪如期而至。我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，
庆幸一切都安排妥当，手里的20万存款全部花光，加上爸妈出了几万块钱，采购的物资足以够挺一段时间。网上有人在骂这该死的鬼天气，有人问是不是哪里有冤情，也有人意识到了不对，开始提倡囤点物资。特别是到了傍晚时分，雪还没有停的意思，越下越厚。从卧室出来，想看他晚饭吃什么，可客厅竟空无一人。我跑到1楼，才找到了我妈，她止不住的朝门外张望。妈怎么了？你爸他还没有回来。今天中午吃完饭，他看着起风了，就说要回你爷爷家拿点东西。妈，你先别急，我现在就开车去找爸。暴雪天能见度极低，同时地上的积雪也让人寸步难行。就在这时，幸亏我想得周到，早给轮胎加上防滑链，要不然啊，我到半夜才能回来呢。还挺有脸是吧？害得我和儿子快要吓死了。我爸也不能，搬到车上往下搬东西。先是一些农用工具，铁锹、镰刀、锤子，还有一把电锯。这些工具不仅能够铲雪，关键时刻还能防身。在末世，往往人比自然环境更加危险。再就是几麻袋的柿子，你娘俩最爱吃的脆柿子，是咱老家门前的那棵树结的，熟的差不多了，我就给打下来了。不知是风太大了，还是怎么的，我眼前被一层泪模糊了视线。这时车上跑下来一条狗，老爸说看它可怜，就给带回来了。看你长得这么彪，以后你就叫刀哥了。夜里，风从门缝里刮进来，呜呜作响，我被吵得睡不着。这时，我看见客厅亮着灯，是老爸拿着厚实的塑料布，准备把窗户钉上，这样做既防风又保暖。爸，你钉上的这布透气性怎么样？别到时候咱们闷出病了。好像忘了和你说了，房屋加固的时候，我还顺便做了新风系统，再增了风窗，空气呀也绝对新鲜。我再一次为我爸的先见之明竖起了大拇指。见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就回到了房间。我拿起手机准备上网冲会浪。就在这时，定睛一看，来电人就是苏珊。季坤，家里厚被子呢，我都快被冻死了。哦，厚被子啊，那是我买的，咱俩离婚了，肯定是被我带走了。连床被子都要计较，你就是个只配用破烂的乡下人命。我懒得听他说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接着打开了监控。他敢挂我电话，气死我了！还有，这破空调是不是坏了？一点都不制热。好了好了，宝宝，雪说不定明天就停了，咱们抱着睡，不冷的。切，你们就好好抱着吧。现在物资也囤得很多，房子也改造的差不多了，可我总觉得还是不够，因为前世我并没有活很长时间，这场灾难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。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活得够长。按照前世记忆，明天应该会停几天雪，然后真正的灾难就会到来。这2天得想办法继续囤点东西。丁，庇护所改造目标完成，物资收集目标完成，系统开启。恭喜宿主开启末日仓库系统。我去，我也有系统了，哈哈，系统还真是重生者标配啊！听这系统名字，应该会给我个仓库吧？对的，本系统会给予宿主一个异空间仓库，除了此功能外，其他功能暂未解锁。解锁其他功能需要宿主存活足够的天数。系统功能解锁需要存活天数，看来这个灾难会持续很长时间。打开异次元空间。我勒个豆，这么大的空间能装多少东西啊？地方不够的问题解决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囤点东西。缺钱啊，还得想办法弄点钱。明早和爸妈商量下吧。本次暴雪天气已过，后续天气将持续转晴。爸，现在回温只是暂时的，2天后真正的灾难才会到。生怕老爸不信，我又加了句：我说的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闻言，老爸笑笑：怎么会不信？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老子，我不信你信谁？我同老爸说了下，我们现在还需要买东西，同时我也说了这个神秘的仓库，但没有说细节。所以我们还需要买东西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结束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钱不够。傻儿子，咱们可以找银行啊！我和老爸立马开车来到银行，当然我们是来贷款的呀，可不是来抢劫的哦。贷完款，我们朝着超市走去，我们准备把之前买的东西再买一点点。买完东西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把这些吃食和用品一股脑全扔到系统仓库里，只留下一车的物资放在车后。别问为啥不全放进空间里，问就是车开都开来了，不拉点东西感觉怪怪的。回去途中，我打开手机，发现网上也有开始提倡囤点物资的人。这一次，网友的反应不像上次我说的那么激烈了，也有附和的声音，
但是绝大部分还是不以为然。我打开了监控，日常看下前妻他们在干嘛。他正在和小白脸吵架。珊珊，外卖根本没人接单啊，跑腿也没有。我给你钱，你出去买点东西回来吃。珊珊，你看我这个小身板，一出去不得埋到雪里呀。你一个大男人出去买点东西怎么了？你还想让我这个弱女子出去买吗？凭什么每次都使唤我？我把话撩着了，我使劲则就是饿死，死外面从这跳下去，不会去买一点东西。使劲则，你再说一遍。接着他们便吵了起来。看了一会，我就退出了监控。不一会车也开到家了。下车后，我便和老爸忙着搬东西。卸完东西，老爸负责去停车，我负责搬进家。哇，好多吃的啊！妈妈，我想要吃。哟，小鸡啊，你家这是要把这些东西卖掉吗？我仔细看了看，来人是住在我家隔壁的老王媳妇，我们喊她王姨。你看看，之前你们囤东西的时候我就说过别买，这个雪一会就停。你看你们还不信，买了这么多，现在卖不掉了吧？我刚准备说话，他便又开口了。我家儿子想吃你的零食，你家有这么多，给我儿子吃点吧。我就想吃点东西嘛，至于说这么多话嘛。我打开手中的泡面，拿了2桶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这么多箱，直接给1箱呗。咱们邻居这么多年。臭不要脸！见我没有动，他便直接上手来抢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这么多箱，直接给1箱呗。咱们邻居这么多年。王姨，你这直接抢不好吧？而且这是我花钱买的，我想给就给。你跟一个孩子计较啥？尊老爱幼懂不懂？他还小，你就应该让他。我又不是他爹，为啥要让着他？做人呢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吃亏是福。那我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昙花。就在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，一个人影飞了出来。何方宵小，休伤无耳。哎呦，这不是小王吗？我看有人欺负我儿子，一不小心就踢了过来，没伤到你吧？你看我下手也没个轻重的。你绝对故意的。我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还有心脏病，你可别跟我计较啊！而且老话说得好，吃亏是福，你说是吧？你欺负人！儿子，把那箱泡面给你王姨，让你王姨回去补补。好的爸。回去吃泡面喽！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妈都没吃的重要是吧？你别跑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老爸还得是你。那是，对付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。小插曲过后，我们把物资搬进家，将仓库的绝大部分食物放进一空间，只留3个冰柜里的食物没有放进去。忙了一天，我妈晚上包了许多饺子，吃完洗了个澡，然后便早早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被一阵吵闹声叫醒，出房门便看见一些亲戚在客厅和爸妈说着什么。二舅，听说你家最近中彩票了，听街坊邻居说，你家最近又是买各种吃的，又是修房子的。二舅你也知道，我上有8岁老女，下有80岁女儿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。二舅你就借点钱给我呗。还有我，就老爷借我点钱，我去给我儿子买个篮球，练习2年半再还你。哦，这时我插话了。表哥，我家最近因为装修房子呀，手头也不是很宽裕，要不你试一试借呗或者花呗。那不行，那些玩意借了要还的。你搁那给我吹呼你妈！你看你长得那个逼，好像上台。好了，要是借钱的，那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其实我们家也没钱，你们看，这都是贷的款，上面白纸黑字写明了贷款信息。搞了半天没钱啊，亏我们这么冷天跑着来，散了。望着他们的背影，老爸朝他们喊：这天气有问题，你们最好囤点吃的，以防万一。天都放晴了，能有啥事啊？看来他们一家是真疯了。最近听说季坤这小子和苏珊离婚了，难不成他们一家都收司机了？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却说道：好的，就老爷。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微微叹了口气。明天晚上就要变天了，还来得及，希望他们能听句劝吧。时间飞逝，第二天傍晚，天气突然巨变，紧接着便下起了鹅毛大雪。终于，所有人都有了囤货意识，涌入超市扫荡物资。而此时的我正在屋子里吃着火锅，看着剧，看着屋外纷飞的大雪。我点开了监控，此时的苏珊和小白脸正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，客厅桌子上放着吃剩的泡面。宝宝，现在大家都在分享物资，我们也赶紧去超市吧，不然去晚了什么都没了。就在2人准备动身时，我的微信弹出来一条消息，原来是我那还未来得及退出的物业群里，有人艾特了所有人。大家有人要物资没？我们准备采购点物资，有需要的群里扣个1，然后转账300块昆币驻押金。一时间群里都是1，还有转账红包。这时苏珊也扣了个1，紧接着还发了个大大的红包。小哥，
你一定要帮人家多带点哦，因为人家刚满18岁。我们一家闲着没事，便摸了副扑克，准备斗回地主。刀哥在旁边兴奋地绕来绕去的跑，炉火烧得很旺，整个房间都是暖洋洋的。老爸订上的塑料布真的顶，冷气一丝都钻不进来。这时，我妈拿出收下来的向日葵头，让我直接原生态嗑瓜子。我爸煮好了热茶，而我则拿出了平板，放起音乐。搞错了，再来。OK， 准备好一切，我们一家便开始斗地主。叫地主，抢地主，我抢，我去，上手了是不是？我是地主，我先出，1个3，不要。你爹啊，1个3都不要，要不起吗？你要得起你出吗？4个圈。我的妈呀，他1个3，你直接炸。你不懂，打牌的要有气质，气质你懂吧？好吗好吗，你有气质，你来。要不起要不起。飞机。王炸。要不起。你来。1个4。4个10。不是1个4，你直接炸啊！老妈，你不是说打牌要有气质吗？行。1个4。刚才出3，你咋不出4啊？我想咋打就咋打，略。行，兔崽子，你厉害。1个2。我炸，嘿嘿，啥都不多就炸弹多。对4。不是，你3个4拆着打啊。这叫气质。1对2爆单。不要。4个勾。傻儿子，你炸我干嘛？咱俩一家的。3倍懂不懂？3。要不起。1个3爱。我不知道3吗？就是要不起啊！你牌给我看下。不是你咋不出对3啊？不是想让你走吗？这个就叫气质。一家人沉浸在欢声笑语中，丝毫没有外面是冰天雪地的感觉。而此时苏珊那边还在靠着之前买的零食填肚子，苦哈哈的等着物业给他们送物资。第二天，我被手机震动声音叫醒，点开一看，发现是苏珊在群里疯狂艾特之前说买物资的那个人，可是并没有回复。我不小心点开了那个人头像，顿时便笑了起来。这个人叫大驴，末日来临后，他靠着掌控着物业的大批物资，成了天灾时作威作福的小霸王。前世，苏珊让我去他那求点食物回来，谁知道他有龙阳之好，我差点被拘。这一世，他能听话，乖乖的把苏珊的物资吐出来才怪。关上手机，我拉上被子，睡起了回笼觉，一觉睡到中午。刚想去拿根冰棒吃，提精神，然后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，原来是我妈炖的羊蝎子火锅。羊蝎子被炖得酱香浓郁，软烂脱骨，还有各类肉卷、蔬菜、豆制品做配菜。我蘸着麻酱和韭花酱吃得不亦乐乎。这时，我看到我妈的嘴唇嗫嚅了几下，却犹犹豫豫没有开口。妈，你想说点什么吗？我妈迟疑了片刻才说道：妈每次想起你说前世发生的一切，就难过的睡不着。那时候的你该有多痛呀！我爸也放下筷子，闷了一口酒。怪爸妈没能保护好你，这一世我们加倍补偿你。看着他们为我担忧，为我自责，我暗暗发誓，这一世我要照顾好2楼。同时，我心中对苏珊的恨意也到达了顶峰。吃完饭，刚好手机拍了羊蝎子新鲜出炉时的照片，看了眼窗外的大雪，我把照片编辑成9宫格发到朋友圈，仅苏珊可见。发完我便刷起了视频，不到10分钟，苏珊就弹起了视频邀请，我拒接，接着又是电话，刚接起来，就是震耳欲聋的咆哮声。季坤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你还能吃上火锅？你都让我滚了，还管我去哪里？你回乡下了，你回你爸妈家了，对不对？我拍了张修德完家里一角的照片，发给他。你觉得这是我家？那边的苏珊沉默了。2个月前，我刚带着她来过这里，如此焕然一新的装修，确实不像是那栋农村小土楼的样子。接着就听到她语气放软：坤坤，我错了，我提出跟你离婚也是一时昏了头，我现在后悔了，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去找你好不好？你老婆实在太饿了，家里又饿又冷，没了你就是不行。你忍心我饿死吗？变脸如此之快，让我忍不住冷笑。苏珊，你还真是臭不要脸啊！你身边不是有你的小白脸吗？你让他给你弄吃的啊！坤坤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和他只是朋友。切，你说的话狗都不信，对不对，刀哥？苏珊，我劝你好自为之，好好反省。挂断电话，点开监控，就看见苏珊揣了枕旁边的小白脸。你一个大男人一点用没有，赶紧去找找家里有没有什么吃的。然后就看见他们到处翻东西，但是他们的零食似乎都吃完了，只剩下一堆堆的垃圾袋，最终只能咕咚咕咚的往肚子里灌水。喝吧喝吧，到时候纯净水都没了，你就知道你们现在是有多奢侈了。这时苏珊突然凑到小白脸旁边，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：宝宝，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都快饿死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要是爱我就一块去。然后2个人鬼鬼祟祟的就出门了。你要是爱我就一块去。
然后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就出门了。小白脸鬼鬼祟祟的朝着一户人家走去，观察了下附近，确认没人后，朝苏珊招了招手。就选这家了吗？就他家了，他家门口这么多零食袋子，吃的肯定多。宝宝，你等会哈，我来撬锁。说着便撬起了锁，里面的住户正在看着电影。这时 Here's Johnny， 趁人不备，他们直接将人绑了起来。嘿嘿，这小胖子家里吃的是真多啊！老娘饿了好几天了，赶紧再去找找，一个炸都别留。说完便继续去翻找吃的。如法炮制，他们又抢了几家。1-2个小时后，监控画面中出现了他们的身影。快去把门锁好。这时我注意到他们拿着几大包的东西，打开，里面是一袋袋的零食，应该是太饿了。他们一顿狼吞虎咽，细一看，他们都带着伤，嘴角还有血。看来是去抢劫了。看来我走了。前世的一些剧情也发生了改变。前世这个时候没东西吃，他们的选择是直接将我们吃掉。回想起那时的感觉，依然会头疼欲裂。突然微信疯狂的弹出消息：他妈的畜生啊！老子在家看恐怖片呢，两人直接闯进我家，直接给我绑起来，还把老子吃的抢了，你这让我咋活啊？上紧天凉啊！我在拉屎，2个人闯进来，二话不说直接给我绑起来，绑就绑，你倒是让我提个裤子。二弟冻住了都，我也被枪了。一条接一条骂人的消息都是被抢人发的，然而并没有人应和。我暗叹一口气，这无疑是提醒了所有人心头的那个魔鬼。饥寒交迫之际，买不到物资，看不到未来，在随时可能命丧一线的情况下，仁义道德成了最不需要的东西。有人开了头，其他人就再也无需顾忌。雪接连下了好几天，积雪已经达到了近2米，温度也降到了零下20度。虽然有妈妈美味的食物治愈，但时间也在枯燥的等待中变得漫长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声敲门声打破了原本宁静的氛围。老鸡呀，开门，是我老刁啊！来人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蔡徐村的村长刁德一。哟，家里这么暖和啊，不错不错。那个村长啊，你来我家有什么事吗？这是小鸡吗？长这么大了，上次见你，你才到我这里来。我来这也没有别的事，就是来争些吃的。大雪来了，村里都没囤吃的，大家都快没东西吃了，所以我合计了下，大家把家里的吃的都交到我家。我是村长，我来给大家统一调配，这样能保证大家都能活着。村长，我理解大家的困境，但这些粮食是我家辛苦得来的，我不能轻易交出。况且我家的粮食可能只够我的家人糊口。做人嘛，要大度一点嘛。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团结一心，共度难关才对嘛。而且你家肯定有粮食，大雪来临前，我们都看见你家囤了许多吃的。不对呀，农村家里面都应该会囤不少粮食啊。而且雪停了2天，我看见大家都在收作物啊。就算是天天吃大米，也不会这么快就吃完了，毕竟雪也才下1个礼拜。我爸说的一点不错，这粮食确实不会这么快就被吃完。这时村长神色犹犹豫豫，支支吾吾的开口道：粮食吗？卖了。粮食吗？卖了。那个前几天来了伙城里人，他们以10倍价格收。长头发，专收长头发。他们以10倍价格收粮食，乡亲们就赶紧把地里的东西都收了，然后卖了。我们想着就是一场普通的大雪，把家里的存粮也一起卖了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。接着我说道：村长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其实也没有粮食。那些说我家有粮食的都是谣言。之前雪不是停了吗？我们把囤的东西全卖了，想止点损，谁曾想大雪又来了。我爸看着我撒谎不脸红的样子，暗暗竖起了大拇指。依据我多年的经验看，这小鬼头应该在骗我。拜托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我叱咤蔡徐村这么多年，主打一手老奸巨猾，好吧？想骗我，门都没有。看着他怀疑的眼神，我又说道：不信您来看。我领着他来到仓库。几天前，我在看完苏珊那边监控后，我立马把家里储存的食物放进空间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我准备都装进去，但是我爸却让留一些下来。您看，就这点东西，我们自己家都够呛，实在是给不了。不对呀，他家不可能只有这点啊，我们只看见进，没看见出啊。难道他家还有地窖？切，你家就这点吃的啊，还以为有多少呢？既然你们给不起，那到时候调配就没你家的份了。这就不劳您操心了。看他们这么平静，应该是藏粮食的，嘿嘿，应该还不少，得想个法子让他们乖乖交出来，这事得从长计议。说完，他抬脚便走了出去。村长走后，我爸意味深长地说道：我有预感他一定看出来什么了，以后家里面门窗要关好，有人敲门咱也尽量别开。第2天温度骤降，温度也来到了零下50度，哪怕炉火烧得再旺，
房间里也是冒着嗖嗖的冷气，暖和不过来。我们只能打开电热毯，穿着保暖内衣加厚实的家居服，随时随地喝着热茶，才不至于那么难熬。紧接着，另一个噩耗又来了，停电了，同时网络也都瘫痪，我们彻底与世隔绝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安装的太阳能发电板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，因为哪怕发电板坡度再大，也被积雪淹没了一半，加上天阴的不见天日，捕捉的太阳光微乎其微。幸亏我爸早已备好5台大型的蓄电池，以及我充好的10多个大容量充电宝，才不至于立马陷入困境。所幸暖炉是颗粒取暖炉，不需要电。本来想过晚上一家3口睡一间屋可能会暖和点，可打地铺实在太冷了，根本躺不住，外加上我爸呼噜声太大，这才作罢。寒冷的日子让一家人兴致都不太高，扑克也被收到一旁，没人再想去玩。这时我看见我爸手里拿着2样布满灰尘的东西，细一看，一个是收音机，一个是望远镜。收音机调试半天，终于收到了信号。请各位群众不要担心，不要慌张，不要放弃希望，一定要积极自救。另外，电路问题在积极维修中，物资也在逐步发放。有了外界的声音，我们的心逐渐落到了实处，日子也没有那么难熬了。我妈做了麻辣风味的烤肉干，我边嚼边翻看漫画书，嚼累了就来一口刚出锅的糯米黏豆包，吃下去黏糊糊甜滋滋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酷了。看得累了，拿出望远镜看看窗外的远处，虽然还是一片白茫茫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每次看心仿佛也跟着飞了出去。可没想到平静的生活在一个晚上被打破。凌晨2点，正是睡得沉沉的时候，这时2道身影正鬼鬼祟祟地摸过来。哎呀，大哥，快起来，不好意思压到你了。你小点声，别把他们吵醒了。话说你这是什么造型？嘿嘿，这不是第一次来偷东西吗？带上这个更有体验感吗？怎么说话的？别造谣好吧？咱们是来摸清楚他家吃的藏哪的，怎么就叫偷呢？话说大哥，咱为啥帮着老头啊？他明面上是村长，暗地里可是菜墟村老大，人称玉面菜墟王。咱帮他办事，一是博个好感，二是咱们能顺手顺点好东西。他家就3个人，其中2个还没有战斗力，这不手拿把掐。还是大哥聪明呀，不像我只会。哦你妈个头啊！哦你完没完啊？说正经的，你那边有能进去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这边窗子都锁起来了，而且那个窗户好像还改造过，梆梆硬。破窗也不行，声音太大会吵醒他们。这是最后一个窗户了，实在不行就回去找个会开锁的。哎，大哥开了！不错不错，今晚给你加鸡腿。好了，别乐了，快进去吧。话说这什么破天，冻死人！难道世界末日是真的？嘿嘿，大哥咱真进来了。嘿，他家还挺暖和。嘘，小声点，赶紧去找。说完，2个人便鬼鬼祟祟地向外摸去。我左边，你右边，咱俩分头行动，找到地窖咱们厕所汇合。啊，舒服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储物间，嘿嘿，这里面藏吃的概率很大哦。不是，这么大的地方就放这点吃的吗？而且这也不像有地窖的样子，这个老骗子。算了，找个包把这些吃的都带走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东西滚到他的脚边。哎，这是嘛呀？拍起来还梆梆响。我操！我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醒，这时外面传来悉悉索索的翻找声，我意识到家里可能遭贼了。睡呢，人都闯家里了。我不到啊！快速走出卧室门，来到客厅，便看到一个人在翻找东西。我大喊一声，他似乎被吓了一跳，转头看向我，似乎发现只有我一个人。他轻蔑地笑了笑，看他小瞧我，我也不惯着他，直接扔出刀割。刀割，使用咬碎。别过来哦，我会武功的。说完，刀哥便冲上去与小偷扭打起来，扭打声将我爸、我妈也吵醒了。我将情况简单的和我爸妈说了下。我爸是个暴脾气，二话不说便冲了上去。这是蝎子掌，这是劈山掌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我去，老爸这么猛的吗？那是你爸当年可是菜墟村争霸赛亚军嘞。哎呦，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。嘿嘿，
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小偷突然跳了起来，直接朝着厕所冲去，速度快到让我们都没反应过来。老邓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老二，你人呢？快走！说完，他便一跃而下，接着掏出一个东西。老三，还是你靠谱。我没上车，我没上车，哎，我没上车。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什么后手，所以并没有追出去。一段时间后，一直没有动静，我便和我爸去找他们进来的地方。我们发现是厕所的窗户忘记上锁了，才让他们溜了进来。因为塑料布家里不够，所以我们就把窗户锁上，然后我爸拿来木板将窗户封了起来，防止冷风吹进来。回到卧室，发现我妈在检查刀哥有没有受伤。妈，刀哥有受伤吗？除了嘴角这块被划破了点皮，其他地方都没事。我看了眼刀哥，他一点痛的样子都没有，还伸长舌头咧着嘴笑，一脸骄傲自得。我忍俊不禁，摸摸狗头，喂给他一块肉干。今晚多亏了刀哥，他有事是真伤啊！哈哈。明天给你做顿好吃的犒劳你哦。这一夜我们都没咋睡，就在沙发上将就了一晚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妈就起床给刀哥熬大补汤，给他补补身子。我跟我爸则用望远镜谨慎地观察了一下劫匪的来路以及方向。这两个贼应该是从那边来的。血迹到2楼了，他们很容易就能爬到这，正好这个窗户没有锁，他们就进来了。老爸，我觉得这两个小偷和村长脱不开关系。首先他们进来什么都没拿，反而感觉有目的的在找什么，而且还是在村长来完家后才发生的事，这一切不可能这么巧吧？不过也没事，就算给他们找，他们也找不到什么。话虽如此，咱们也要做好防护措施。我爸眉头皱了半天，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直接朝着仓库跑去。接着就看见我爸从仓库找出30多个大型老鼠夹，这本来是用到果园里的，我爸之前怕它威力太大夹到人就没用，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。我爸将它们围着房屋放进去。老爸，你这确定能夹到吗？只要雪在下的厚度不超过人的身高，就总能踩到。如果超过了也没关系，拿出来再放就是。嘿嘿，我看这次他们敢不敢再来。放完，我们便去喝我妈熬的骨头汤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好消息终于来了。在我家，当我们正沉醉于骨头汤的美味时，屋内的灯光突然闪烁，随后整个房间被照亮。电来了，我爸反应最快，直接朝着我们喊道：“快把蓄电池和充电宝都拿出来充电！”说完，我们全家立刻行动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所有的充电设备都已接好，看着设备重新充满电，我不由得感叹国家电网的强大与可靠。我按下手机的开机键。中国有菠萝，菠萝手机。屏幕亮起，显示着熟悉的桌面。检查了一下网络，发现网络也已经恢复了。咦，停电的这段时间，监控录像一直在录制吗？原来是带有电池的监控仍在录制着视频，并自动储存。在网络恢复的时候，又开始往我这边传输。我点开传输好的视频，跳着看了下，果然发现了一场好戏。就在几天前，兴许是食物又吃完了，苏珊和小白脸大吵了一架，并且动手。不过我知道还是苏珊更厉害，因为我也领教过，有一说一，竟是真的。我受够这样的日子了，你这个废物，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？苏珊，这些天你吃的都是我抢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而且明明是我抢来的食物，你吃的比老子还多，还好意思说我废物？我没说你，你倒是好意思先说我。你分手？分手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和438号的老王勾搭上了？怎么这么迫不及待的踹开我想去找他吗？也对，现在大家都防着我们了，抢不到东西，我的价值就没了呗。呵呵。苏珊听完，恼羞成怒，又和小白脸对打起来，然后便出门了。我打开监控，想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情况。因为前段时间停电，小白脸那边的空调也成了摆设，他蜷缩在床上，上面盖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，连夏天的半袖也搭在了上面，像是人为堆砌的一座坟。他许久未动，就在我以为他拔掉的时候，他又缓缓伸出一只手，摸索着空调遥控器，还把手机给充上电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禁一愣，他竟然还没嘎，我不禁好奇他是怎么活下来的。就在这时，他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塞一团白色的东西，细一看是蚕丝被子里面的蚕丝，他竟靠着蚕丝活到现在。但看他那奄奄一息的样子，离一嘎也不远了。想起前世他俩对我的所作所为，我的脑海突然闪现一个想法，我向小白脸打去视频电话，他拒绝一次，我就再打一次。在我这样一直拨打下，他终于接了。你干嘛？视频电话一接通，他看见我红光满面的样子一愣。哟，看你这样子，这段时间过得不好啊。你要是专门来笑话我的，那我就挂了。
别啊，我看你这样你应该撑不了多久了。你看看你，我之前说过苏珊不是个好人，你看她不但背叛我，现在又抛弃你了。你现在在这饿的都快要嘎了，而苏珊呢正在外面逍遥着了。你想想，你和她在一起都是你付出的，凭啥好处都让她占了？她中彩票1分钱没分你，还到处使唤你，现在你要嘎了，而她在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甘心吗？你甘心吗？说完，我看见他的双眼面露凶光，逐渐变得辛苦，然后我就挂断了视频，就让这对恶人互相折磨去吧。钱是我的惨死，小白脸也罪责难逃。他不仅抢我的衣物，联合苏珊打骂我，不给我吃的，血后之半妖，还连同苏珊逼我出门寻找物资，甚至要嘎掉我，然后分食我的这个局，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。这一世，我岂能由他逍遥自在？我又调到监控画面，小白脸从衣物堆里钻出来，疯狂砸着周围的仪器，从卧室砸到客厅，力气很快就消耗殆尽。他瘫倒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。这时他拿出手机拨打电话，不出意外应该是打给苏珊的，打一次被挂断一次，然后便见他拿着武器，气势汹汹地出门了。很快，他就带着另一个人回来了。他强势地拽着苏珊，将她拽进家，把门一甩，就开始上前打骂。之前强势的苏珊，现在完全被小白脸压制。我看了眼苏珊，几天不见，她比之前状态好了不少。小白脸似乎也看到了她过得不错，顿时叫骂道：“忘恩负义的臭娘们儿！老子之前好吃好喝养的你，你出去享福不享着老子，竟然还真敢抛弃我！光想着自己活下去，你有想着我吗？我快要死了！”苏珊什么时候被这么骂过？顿时怒对道：“怎么，你自己没本事，还想着我和你一起挨饿？你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，老娘想随时踹掉你就踹掉你！”说完，小白脸就扑了上来，两人扭打起来。小白脸招招凶狠，但因为很长时间没吃到食物，很快便人已经被苏珊压制住。小白脸试图脱身喂捕，手便不断地摸索着身边能还击的东西，然后他摸到了斧头，那把钱是嘎罗的斧头，举起朝苏珊脑袋上砸去，紧接着苏珊轰然倒地。小白脸起身又扑了几下，直到完全没了动静才停下，然后他露出兴奋的表情，就像是极度饥饿的人看到食物时的表情。后面的画面想必大家也能猜得到。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苏珊，我高兴吗？好像也没有。难过吗？似乎也没有。可能不是自己亲手报的仇，所以不快吧。但是我很感谢上天能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让我报了仇，也让我能陪在家人身边。收拾好心情出卧室，刚好赶上吃饭。我跟爸妈说了这个好消息，我爸也不说话，笑了笑，就起身去拿找自己私藏的好酒。我们一家人举起醇香浓厚的酒，酣畅碰杯，庆祝自己彻底重生，庆祝全家真正意义上的团圆。苏珊一嘎，我就再没点开过监控，就像是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抹去了一个世界。我从而开始专注这场灾难的动向。距离天灾开始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，这场暴风雪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，各地饿死冻死的百姓不计其数，但政府一直在空投物资和食品，积极的抢修线路。哪怕不知道这场灾难有没有尽头，政府也一直没放弃过一丝希望，没放弃人民。在经常性断电断网的日子里，我们靠着收音机里的广播振奋着精神，挨过一日又一日。后面也有人来我家采火点，都一无所获，有的还被之前的陷阱弄伤。之后便再没人打过我家的主意。就这样，时间过了快1年，外面温度在1个多月前就达到零下70度，雪早已覆盖掉房子。幸好房子被老爸改造过，所以并没有坍塌。每当雪覆盖太深，我们就会清理下，不让它将房子彻底盖掉。然后风雪在一个寻常的夜晚，悄无声息地停了。起初，人们还害怕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暂停，但太阳开始露脸，驱散掉层层乌云，驱赶掉这场如噩梦一般的灾难。这场灾难带走了很多人，靠着政府每天的空投物资以及其他法子，还是有很多人活了下来。我和我爸装备齐全，开启了铲雪之旅，并报名了志愿者参加支援工作。等到社会缓慢恢复正常，人们的生活也回归正轨。我回了趟曾经的那个家，经历过灾难，小区里面萧条了很多。进入房间就看到遍地的一片狼藉，地上躺着一具干瘪的尸骨，是小白脸。我小心绕过，找到苏珊证件，然后去开了嘎的证明，还顺手提交给警察一份监控视频，是小白脸嘎人的那段。最后我去了趟民政局，拿着死亡证明撤销了离婚申请，合理合法的继承了苏珊挥霍的还剩7000多万的奖金。还完贷的款，处理完所有事，我又回到爸妈那边。他们笑着说：“欢迎回家。”